美日联手，超级种马落地与那国岛。特朗普先说，美军计划对委内瑞拉开启地面作战。韩兵入屋作战，为无牺牲。80万盟军借道，德国秘密拟定对俄作战计划。前线罕见影像曝光，幻象出击，打爆俄导弹。起点开大，摩尔多瓦共和国向俄大使展示入侵该国俄无人机。美日已经开始联手对台湾周边进行军事化部署，比如日本在对与那国岛部署了防空导弹，这座岛的距离就在台湾家门口，仅约110公里。美军这边，特朗普已经授权美国陆军特战队在与那国岛设立前进武装加油站，这个加油站可不是单纯为了加油的，而是一个武装服务区。之前美军的超级种马重型直升机就史无前例地降落此处，拥有这个服务区，此后美军重型直升机抵达与那国岛，可以直接加满油挂上弹，对周边关键海域进行持续性的火力打击，同时大大延长美军的巡逻范围与作战半径。对于这些部署，估计不少观众觉得没啥，不就是多放几枚防空导弹，多几架武装直升机？实际上这只是开始。根据战区的报道，美军的下一步行动大概还会在与那国岛部署海陆特战队远征舰队拦截系统。这款系统读起来绕口，其实就是一辆无人驾驶的发射车，背着2枚 NSM 海军打击导弹。虽然看着不起眼，但其射程却高达185公里，远超距台110公里的距离。这就意味着美军的火力圈不仅覆盖台湾北部海域，还能直接威慑到台湾的东部海域。现在就看美军是否愿意提供这款系统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日联手打造的火力圈无敌了，原因在于与那国岛的地理位置太尴尬，它处于反介入和区域拒止防御圈深处，一旦冲突爆发，对手能直接用饱和式的导弹打击把这座小岛淹没。另外，特朗普恐怕会鉴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不过分提升与那国岛的军事化等级，因此也不会再提供更具战略威慑的导弹或系统。而上面提到拦截系统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那么各位观众认为，为了稳固这个前沿火力圈，美日未来还会对与那国岛进行哪些军事化加码？在世界另一头，局势也发生了巨变。如果说之前美国和委内瑞拉还处于对峙和观望状态，那么现在特朗普彻底掀桌了，美军正计划攻入委内瑞拉本土。美军想实施对委内瑞拉地面作战，可不是火力军乱说的。据相关媒体报道，特朗普公开表示，美国很快会对委内瑞拉采取地面行动，以此打击委内瑞拉的贩运者。明眼人都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很可能是他不想再玩对峙的游戏，而是尽快结束加勒比地区的纠纷。对于美军计划地面作战这事儿，火力军一点都不惊讶。美国南方司令部不久前就发布公报称， B-52轰炸机已经沿着委内瑞拉的海岸线展开了战术攻击演习。按照美军历史上的作战习惯，当他在对手家门口搞特别大的军事行动时，一般伴随着战争的开启，例如海湾战争的沙漠盾牌行动，以及伊拉克战争开战前频繁的战机巡逻。福特号和 B-1B 也早已抵达加勒比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美军早有对委内瑞拉本土作战的打算。在特朗普官宣当天，马杜罗进行了回应，其要求委内瑞拉空军随时保持作战状态，并表示，当敌人向委内瑞拉发起攻击时，每个人都应该挺身而出。这番话跟马杜罗之前在加拉斯加发表国家存亡时刻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当然背后的绝望也是一样的。另一边，俄罗斯还在试图挽救这位盟友。根据相关报道称，俄罗斯已正式与委内瑞拉签署多项合作新协议，内容包括能源、交通等等民生领域。当然，这是明面上的，双方私底下没提到的，可能还有大量军事合作。例如，俄军正不断向委内瑞拉送去军事装备。火力军前几期视频就提到过，俄军派出了奥列格·马卡雷维奇上将去训练委内瑞拉的士兵，以此帮助委内瑞拉抵御美国的进攻。马杜罗大概很感动，但很可惜没有任何意义。毕竟面对美军这座大山，委内瑞拉根本没有抵抗的手段，哪怕俄军送来再多的人和装备，也都是福特号和美军轰炸机们的玩具，所有努力都是无能为力。这样看，俄罗斯的帮助似乎更像某种政治作秀。在马杜罗感动之余，火力军同样很感动，不过不是为俄罗斯，而是韩国，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韩国志愿者正进入乌克兰，与乌军共同抵抗俄军，甚至为此牺牲生命。据韩国外交部证实，一名在顿涅茨克为乌作战的韩国士兵确认不幸牺牲。韩国政府尚未公布牺牲韩国士兵的个人信息，报道仅透露他姓金，因此我们对他的了解也仅仅是金先生3个字。初看消息，不少人或许会嗤之以鼻，以为又是一个跑过来当雇佣兵讨金，结果把命搭进去的倒霉蛋。牺牲的战士并非为了钱财，而是为正义而战。
韩联社报道，金先生不是20几岁的愣头青，而是一位50多岁的大叔。这个年纪的人本该待在首尔喝着烧酒陪着家人，他却选择背井离乡，横跨小半个地球，一头扎进顿涅茨克最残酷的前线。这说明什么？到了他这个年纪，还能拿命换来什么？雇佣兵为了赚钱的说法明显说不通。金先生来到前线，纯粹为了帮助乌克兰人民守住家园。这一点得到了韩国外交部相关负责人的证实，其表示金先生是以乌克兰志愿兵的身份参战，自由、家园与正义就是他志愿支援乌克兰的原因。但让人泪目的不止这个，乌军同样没有辜负自己的战友。金先生牺牲时正是顿涅茨克俄军攻势最疯狂的阶段，为了给他一个体面的葬礼，乌军冒着敌人疯狂的炮火，投入到寻找遗体的行动中，用了近半年时间才终于赢回战友，并在基辅为其举行了庄重的送别仪式。这一点狠狠地反驳了俄军的宣传。俄军总说乌克兰把外国志愿者当炮灰，当厕纸一样用完就扔，但事实是乌克兰战士们把这些千里驰援的国际友人当成了真正的手足兄弟。相比之下，而俄军对盟友的做法没有太让火力军意外，他们直接送前来支援的朝鲜士兵去前线排雷，或是当作冲锋的炮灰。总之，脏活累活都先让朝鲜士兵上。金先生的离去令人痛心，但他的牺牲还没有结束。为了不再让更多像金先生这样的勇士倒在俄军疯狂的炮火下面，乌克兰正在采取更硬核的方式给予俄军最痛的回击。最近，乌克兰空军发了一段很罕见的视频，视频的主角是法国援助的幻象2005战机。视频中，一名乌克兰飞行员宣称，这架战机拦截俄军无人机和导弹的成功率高达98%。俄军天天吹嘘自己的导弹天下无敌，怎么可能被一款老战机拦下？如果细看视频中战机的机身细节，大家就会发现这绝对是实锤。在座舱下方赫然描绘着6个清晰的击杀标记，熟悉俄军装备的发烧友应该不陌生，这些标记正是俄军引以为傲的 KH-101。更凡尔赛的是，这名乌克兰王牌飞行员表示，这6个标记还只是一部分，实际上还有另外6次击杀记录，没来得及画上去，原因是前线战况太激烈。不过火力军认为没来得及画上去的原因，大概是俄军的导弹太不经打了，刚喷完一个图标，又不小心打下来2个导弹，怎么来得及喷？从这儿能够看出，俄军引以为傲的导弹在欧洲先进科技与乌军尖端技术的结合下，正在变成一堆废铁。当然，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乌军也要小心俄军的报复。为了躲避俄军的报复，乌克兰采取了强度极高的机动部署策略。一名技术人员透露，在1周内，乌克兰甚至换了3次驻地。比如在不久前，俄军的见证者无人机和导弹还试图攻击他们的基地，企图摧毁幻象2000。好在乌军已经带着战机及时撤离，让俄军扑了个空。俄军一直以为仅靠数量就足以淹没乌克兰，事实是乌军不仅反击效率高得吓人，生存能力也极强。不过幻象2000也并非完美的存在。乌克兰王牌飞行员表示，幻象2000虽然好用，但他更期待未来能换装法国的阵风，因为那样可以挂载射程更远的流星导弹。彼时俄军导弹恐怕露头就会被秒。据悉，乌克兰与法国已签订采购意向，未来预计将有100多架阵风飞抵乌克兰。这位飞行员的梦想将很快实现。在乌克兰用战机击落俄导弹的同时，摩尔多瓦共和国再用另一种方式在俄罗斯脸上开大。摩尔多瓦外交部向俄罗斯大使展示了一架非洲局无人机，而且送礼方式有点特别，他们直接将无人机摆在了外交部大厅门口，然后将俄大使请了过来。这哪里是召见，分明是公开出行。这架非洲局从俄罗斯本土飞来，直达摩尔多瓦，随后肆无忌惮地进行侦察工作。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技术不达标，意外坠毁在了摩尔多瓦北部。这下让人逮住了，还直接摆在了门口。摩尔多瓦就是要让俄大使亲眼看看他们的无人机是如何侵犯别国领空的。见到这一幕，不少观众或许认为摩尔多瓦是在小题大做，毕竟俄军无人机入侵别国领土又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俄无人机侵犯摩尔多瓦，还造成了不小的破坏。之前有6架无人机大摇大摆地来到摩尔多瓦领空，排场不小，这也就罢了，其中1架还意外坠毁，直接砸进一栋民房。火力军只能说，好家伙，试想一下，你在家里坐着，天花板突然掉下来一架外国军用无人机。事情往严重了说，就是自杀式无人机在搞袭击。也难怪摩尔多瓦会忍无可忍，在俄罗斯大使面前贴脸开大。这不是俄军非洲局第一次犯事了。早在9月份，就有一批非洲局从白俄罗斯飞入波兰，结果大快人心，这批无人机被击落了下来，成为北约国家上空被击落的首批俄军无人机。或许是因为俄军的挑衅越来越频繁，而且拒绝了19点方案，北约终于准备挥起他的拳头，出动80万盟军。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德国高层已拟定了一份长达1000多页的机密文件，代号德国作战计划。这份计划的核心就一个事：如果哪天真的跟俄罗斯干起来，德国要怎么把北约盟军安全地运到东部前线？这可不是几十个人，是整整80万大军。按照布兰登堡社会与安全研究所的说法，这事儿还真离不开德国。毕竟南边有阿尔卑斯山这道天然屏障，一旦战争开启，北约部队要想上东部前线，势必得从德国借道。在计划里，德国军方把能用的港口、河流、铁路和公路网络全部画了出来，甚至连沿途哪有加油站，哪里需要重点防护都算得清清楚楚。不过这事儿听起来简单，但执行起来却是地狱级难度。因为以德国现在的基建水平，火力军只能说有点拉胯。首先，想要那么多人通过，至少要满足路通桥稳的最低需求。现实情况是，德国目前有20%的高速公路以及1/4的公路桥梁都急需维修，这要是重型坦克开上去，桥塌了算谁的？其次，冷战时期那种军民两用的设施，比如能当临时跑道的高速公路，很多都拆了或者是改建了，飞机连个备降的地方都难找。为了验证这个计划行不行，德国最近还在汉堡搞了个代号红风暴 Bravo 的演习，结果这一演就演出了事故。这个演习模拟的是北约车队在路上跑时会遇到的突发情况，结果模拟环保抗议者把自己站在马路上的场景时，演习卡住了，因为他们发现没有人能处理这事儿，军队没有执法权，不能动手，警察想动手，结果发现没带溶解胶水的溶剂。就这么一群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北约车队，硬是被几瓶胶水在路上堵了整整2小时。这要是实战，俄罗斯的导弹早就飞过来了，还等你去找溶剂吗？这不仅暴露了德国基建的脆弱，更暴露了其应对突发状况时的僵化。除了路况堪忧，铁路也不太平。近期欧洲发生多起铁路和关键设施被破坏的事件，虽然有些没找到凶手，但波兰那边早就指着鼻子骂了，说这事儿就是俄罗斯干的，这让德国更头疼了。本来路就不好走，还得防着有人搞破坏。为了弥补这些漏洞，柏林当局计划在2029年前投入约1911亿美元，专门用来升级基础设施，而且优先考虑那种军民两用的项目。另外，德国高层也在搞大动员，例如9月份，德国总理莫尔茨一脸严肃地跟企业大佬们开会表示，威胁是真实的，虽然咱们现在没打仗，但千万别觉得还活在和平时期。这话翻译一下就是好日子到头了，得勒紧裤腰带准备打仗了。总的来说，这份作战计划就是想缩短北约军对作战反应时间。想法是好的，人准备好了，钱也准备砸了，但能不能在2029年俄罗斯动手之前把这条北约生命线打通，火力军觉得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除了德国，美国同样斥巨资为未来可能的战争进行作战准备。根据陆军识别的报道，美国已与英国航太系统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约3.9亿美元的合约，准备将更多现役布莱德雷步兵战斗车升级至最新的 M2A4 标准。实际上，这次升级的意义并不亚于造一款新车。特别在 XM30 出来之前，这就是美军装甲部队唯一的救命稻草。火力军可不是在夸大事实。先看这次升级最大的变化，美军大幅强化了战车的机械性能。以前的旧款布莱德雷因为挂了太多的反应装甲，导致车身太重，跑起来跟蜗牛一样。这次美军直接给它换装了新引擎，马力飙升到675匹。除了动力，底盘和避震器也经过了强化。说白了 ，M2A4 更能扛，更能跑，不再是那个一发动就喘气的老爷车。火力方面 ，M2A4 依然保留了经典的配方，巨腹蛇25毫米电炮，加上射程3.75公里的拓式导弹。这一套组合拳虽然谈不上多先进，但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证明了它依然是对抗轻装甲的一把好手。就火力军看来 ，M2A4 更像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它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武器，但对现阶段过渡的美军来说，就是最合适的选择。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您怎样看待韩国公民进入乌克兰为乌英勇奋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